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有一些人，尤其是一些女性，一到冬天，这手和脚都没有热过，甚至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暖不过来。有没有类似情况的朋友？手脚冰凉成为了睡觉的难题，久久无法入眠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养生汤的做法，营养又美味的汤。天冷的时候喝上一碗，从头暖到脚。做法简单，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洗净后的红薯，用刀把两头去掉，再用削皮刀把红薯皮削掉，因为红薯皮比较脏，很难清洗干净。去皮后再把红薯切成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好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准备15克红枣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打湿，再加勺食盐，加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个红枣都能裹上一层面粉。因为红枣表面有许多的褶皱，里面都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这里加食盐呢，能让红枣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自己跑出来。加面粉呢，面粉又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红枣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。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红枣，把红枣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入盘中，再取出一把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全部处理好以后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几粒枸杞，大约是10几粒左右，加勺食盐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用手抓洗干净。这里加食盐呢，能让枸杞表面的杂质和灰尘自己跑出来。大概抓洗1分钟左右，再给它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许梨，淋少许清水，把许梨打湿，再加勺食盐，用手搓匀。因为梨皮的营养比果肉的营养还要丰富，所以我们在吃梨的时候就不要去皮了，给它清洗干净。这里用食盐清洗呢，因为食盐有很强的颗粒感，用食盐这样搓洗梨呢，能有效的去除梨表面的农药残留物和细菌。搓洗1-2分钟左右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许梨，把许梨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盐分清洗掉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再用流动的清水多冲洗几遍。洗净后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来处理生姜，把洗净后的生姜放到案板上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。切好后放入红枣的盘中。再来处理许梨，先把许梨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分成4份。用刀把梨核去掉，因为梨核的口感比较酸涩。再把许梨切成小块，尽量切得小块一些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。接着准备一个萝卜，萝卜我们最好用这种白萝卜，这种白萝卜呢水分比较足。先用刀把两头去掉，再用削皮刀把萝卜皮削掉，因为萝卜皮比较硬，非常影响口感。去皮后再把萝卜切成厚片，厚度约1厘米左右。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长条，最后再给它切成小方块。全部切好之后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红水蒸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戳一根筷子下去，如果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的话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倒入大碗中，加2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再用压泥器给它压成红薯泥，尽量多压一会儿，压得越细腻越好。
如果没有压凝器，可以用叉子、擀面杖或者是绞肉机，最后压成这样细腻的红薯泥就可以。再加入300克糯米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给它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在揉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，可以再加一点清水，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点糯米粉，就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。先给它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准备一个平底盘，往里边倒入50克糯米粉，晃动一下盘子，让糯米粉均匀的铺满底部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就一小把红薯糯米团，大约是25克左右，用手捏一捏，给它捏得紧实一些，再放到手心给它搓圆，给它搓成和鸡蛋黄一样大小的小圆球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到平底盘中，剩下的糯米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搓成小圆球，依次放入平底盘中。全部放好后，晃动一下盘子，让每一个红薯糯米丸子都给它裹上一层糯米粉，这样可以防止粘连。最后像这样子就可以。接着准备一个密封袋，把裹好糯米粉的红薯糯米团放进密封袋里，全部放进来以后，排出里面的空气，把封口处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冻保存，放上很久都不会坏。想吃的时候无需解冻，拿出来煮熟就可以吃了。接着准备一口干净的砂锅，把准备好的红枣、姜丝、蒟蒻倒入砂锅里，再把萝卜块也倒进来，再加入一小把冰糖，大约是30克左右，再加入800毫升的清水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盖上盖子，烧开后转小火煮3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现在的蒟蒻、萝卜和红枣也煮得差不多了，冰糖也全部融化了。再把红薯丸子放入锅中，红薯丸子我们不要放太多，吃多少放多少。放进来以后，用勺子搅拌搅拌，防止粘连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搅匀后盖上盖子，再焖煮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现在的红薯糯米丸子已经全部漂浮起来了，像这样就煮得差不多了。再加入30克的红糖，不喜欢吃甜的可以不放。最后再把洗净后的枸杞放进来，用勺子搅拌搅拌，搅拌至红糖融化。红糖融化后就可以出锅了，再把它盛出来，装入小碗中。像这样非常好喝的红薯丸子汤就做好了，颜色看着非常诱人。这道养生汤呢，口感清甜好喝，老少皆宜，每天喝上1碗，气色越来越好。红薯小丸子吃上一口，软糯香甜，越吃越想吃。汤汁也是非常的清甜好喝，加了梨和萝卜，特别适合干燥的秋冬季节食用。加了生姜，有一点微微辣的口感，冬天食用还能驱寒。天冷的时候这样来上1碗，从头暖到脚，一整天身上都暖乎乎的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